侯总啊，咱们长话短说，我一会儿还要赶一趟飞机。是吗？哎呀，你看看这个马勇办的事儿啊！我要是早知道您这么忙，咱们俩就改天约嘛。真是的。哎，是我定的这个时间。哦。现在正是吃帝王蟹的时候，我马上要去趟阿拉斯加。哎呦，盛爷，您看看您多有闲情逸致。哎呀，我要是能像您这么潇洒就好喽。为了尝一口鲜，连生意都可以不管了。应该这么说，做再大的生意，也都是为了口吃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现在啊，是什么都不在乎，就在乎孩子们的幸福。盛爷，在乎孩子们幸福的同时，也些许腾出一点精力，稍微关照一下咱们的合作。我那批建材到底什么时候能到货呀？这工期拖不起呀，耽误一天就是一天的钱呐。哎呀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下游的几家建材厂啊，都被关停了。污染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知道就好。我现在啊，已经派人呢去调货了。哎，这都得重新谈价钱，安排运输，这都得需要时间呢。是。哎呀，不过你可以放心，我一旦有货，就会优先考虑，啊，否则我那个帝王蟹也吃得不太踏实。盛爷，有您这句话，我这心里就踏实了。如果说不是因为侯爵让您不舒服了，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。哎，哪能呢？啊，我心胸啊，没那么狭窄吧？是，您胸大。哦，您心胸大，又没正形儿你。哎，你们张总准备什么时候见我们呀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张总和陈晨小姐还在说事儿，请稍等一下。你晨晨呀，他就是这个脾气比较火爆，从小他爸老来得子，一直惯他，给惯坏了。理解。你们有钱人家都是这么养孩子的吧？哎，完全不一样啊。那我爸就不惯我，他不光不惯我，根本都不管我。那他平时会担心你吗？担心我，我是真没看出来，我倒看出来每天挺烦我的，天天跟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。我爸，我怀疑他啊，就是一个人这么多年，心里扭曲了，他见不了我好。我一谈个女朋友，他就说人家图我钱，他就给我施加压力。他自己也是，他老觉得所有女人找他都是奔他钱来的，你说是不是扭曲了？他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再找，是不是心里一直忘不了你母亲啊？我觉得啊，他找没找我也没看见，那就对我妈肯定是还有感情的呗。明白了。哎，我听十一说你前2天跟男朋友分手了，挺八卦呀你。性格不合。
我想结婚，他不跟我结。那这就是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个时代，你跟人家谈恋爱，没谈个几天就要结婚，换谁能答应啊？这凭什么我跟一女的谈恋爱就要把我就地拿下？那不应该，这是。我是说，我是说我，但是你不一样。我觉得你这种，你看，要什么什么都好，对吧？这个各方面都优秀，哎，那跟你谈恋爱，本来他就很骄傲，对不对？你一提结婚，他再不干，那就是他的不对了，那就是他混蛋，他耍流氓，他凭什么？他有什么资格不答应你？告诉我，我对你鸣不平。长什么样你给我看看，以后我江湖上要是碰见他，我就给你教育他，啊，我看看。我看看。您好，张总邀请您去会议室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就我对他的能力还是很信任的。见了就知道了。来了，这就是侯爵，侯公子，这位是张总。张总你好。你好。挺年轻的嘛。是。好，我就喜欢年轻人。这年轻人呢，总会有新的想法。对，他昨天晚上就为了这个，一晚上都没睡觉。哎呀，辛苦了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个是我的助理。啊，你好。那咱们开始吧。来吧。这样。这个是我设计的一个书吧的概念方案。这次书吧主要设计呢，就是摆脱这个传统的束缚，不让这个书吧看起来那么的像书吧。我们希望结合一些有趣的元素在里面，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手冲的咖啡，卖一些这个。哎，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还需要卧床休息一下。这几天呢，多吃点清淡的，别担心了啊。哎，谢谢医生。所有感官的难得体验，如何打开其他感官，这是一个哲学。手术顺利，请放心。收到，这事儿我来告诉侯爵。把这个程序给打做，然后我们要每天花大部分时间，大概在凌晨3点到4点左右，那个时间是最安静的，万物都在复苏的一个时间，所以我们一般选择在凌晨3、4点的时候开始做方案。我们往后看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这项目有戏啊，你赶紧给我回个电话。什么情况这一天？微信也不知道回，啊，电话打几个也不回，什么情况？他以前也不这样。你现在呢，已经做完了方案陈述，告诉你也没有关系了。11住院了。啊？急性阑尾炎，手术很顺利，别担心。不是住院，你这都不告诉我？你刚刚在里面不是谈项目吗？那住院这事儿，你不但我不知道啊，这事儿。侯爵，恭喜你啊！恭喜啊！你的方案已经通过了。请稍等，我去准备合同。一会儿见。不用太感谢我哦。我感谢你，但是你跟张总说一声，这合同后面签，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，好吧？后面再签，马上一会儿就要签了。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什么事儿？这干嘛呀？马上就要签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让他快递给我，11住院了，我得回去看他。11又11，怎么了？他病危了吗？哎，别说了，我得来不及了。你别拉着我，我真要走。感谢你，感谢你啊！侯爵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指着烂军扶不上墙。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，别这么冲动？11人剧透就给你机场送资料是为了什么？是希望你能成功。这是你第1个项目，这马上就要签合同，你现在走不合适。没问题，我心里有数啊。我觉得在11生命的事上，其他的不重要。你也不想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他吗？你先把合同签了再走啊。没关系，没问题啊，这些都不重要。现在电梯怎么还不来才重要。
过探视时间了。没事。你小点声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哎，我掉哪儿去了？没事，我那个朋友在里边，我去看他一眼。哎，不行，探视时间过了，明天再来吧。我都到了，让我进去呗。没办法，这是规矩，明天再来吧。你有男朋友吗？问这个干嘛？哎，你要是在外地出差，你男朋友突然生病了，住院了，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你在外地那么着急也赶不回来，好不容易赶上了最后一班火车，坐了30多个小时，刚刚到，已经是深夜了，但是很想见他一面，你说怎么办？起床。24。最里面往左手，快去吧。谢谢。哎，别影响到别人。放心。去吧。谢谢。没关系。需要护工吗？不是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么快吗？现在不是那护工都挺贵的吗？然后我也缺钱，我就过来打零工赚赚钱。怎么样啊？疼不疼？没事儿。哎，你的方案怎么样了？我的方案，他们说是要商量，过2天给我消息。那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，都这么晚了。不回去，你在这住院，我怎么能回去呢？就是一个小手术，没2天就出院了。小手术也是手术，对吧？看看人家那边都有护工，你没有怎么想？我得陪你。我也有啊，海星嘛，他本来要陪我，被我赶走了。他在这儿，我可别扭了。他走了，我更得在这儿待着了，对吧？别管了，我在这儿待着。还是我留下吧。你在这能干嘛呀？11要去卫生间怎么办？我什么干不了，我什么都能干。你去卫生间，我就找你护士带你去。真不用，都走吧啊！就算不走，一会儿查房也会把你们轰走的。没有。你这个还真不用担心。这某人啊，再给那女护士讲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，我们就留下了。什么爱情故事啊？没啥爱情故事啊，你别管了，我在这陪着你啊。那你睡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们2个女保镖赶我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人回家，不合适啊，这是。你们再这样，我打电话给你们公司了啊。行，你赢了啊，我妥协。快睡觉啊！你们2个。
擦擦手，擦擦脚。给我吧，我自己来。你别动，你现在是病号，得听话。哎呦，自己能行，你给我吧。你有个病号的样子行不行？这小伙子一看就在家老干活，动作挺麻利的。是啊，在家老挨欺负，这好容易有个机会，出来折磨折磨他。你别听他的，他根本不是这样的，平时。哎，姑娘啊，你别要求那么高，这小伙子真不错。我那老伴来陪泳，什么都不会做，哎，气得我都快病危了。您别逗我笑了，我这伤口不行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说话，我不说话。哎呀，行了行行，我自己来吧啊。这样，你帮我拿着那个液，我要出去刷个牙。刷牙行啊，那你等着我给你拿过来。不是，我不能都在床上弄啊，扶我下去。你待着，把牙膏拿过来刷，不准下床，听话啊。开饭喽！等吃完饭呀，我就回队里了啊，还有一堆事儿。去忙吧。来了。啊，侯爵。啊。如果你想续约呢，那可得抓点紧了啊！我们11现在可是明星保镖，排队可长了。啊，明星保镖，那我是顾不起来呀。差不多。没事，等我陪他检查完，我立刻就去，谁也甭跟我抢啊！谁抢我就跟他急。蓝总啊，你真是心急啊！11的合同还有几天才到期呢，来坐。不过呀，按照我们的合约，同等条件下，他们有优先续约的权利。啊，那没有关系，我可以提高我的条件，所有的薪酬可以分到2倍。另外呢，11可以带4个队友一起。哦。哎，请。赵总啊，你要相信我们。我们是真的求贤若渴呀。理解理解。不过，即使他们不继续续约，这求贤若渴的也不止你们一家，在你之前还有好几家。这除了价格优势之外，还有其他特别的优势吗？我们集团未来2年里面会在国内新开5家酒店。如果我们这次合作顺利的话，那我相信集团会把贵公司提作我们的战略合作方。那么到时候，我们集团在国内所有的酒店、安保工作都会交由贵公司管理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优势？这太算优势了。啊，你好，女士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找51。哎，阿姨，您是51的妈妈啊？对呀，你认识我啊？您上次来我见过的。啊，51她在吗？她跟小寇总一起离开公司了。离开公司？什么意思啊？离开公司就是离开公司。哎，阿姨，那个51什么都没跟您说吗？没有啊。那我还有点事儿，阿姨，我先去忙了啊。哎，你。这孩子，哎，妈妈11，你还给那个小猴当保镖呢没有啊？啊，对啊。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办公啊？我找你有事儿。
我们在外面谈事情呢，不在公司。什么事儿啊？24床，量体温了。怎么还测体温呢？你是不是住院了？你到底在哪？快说实话，别让我着急。11，妈，这么快就来了？出这么大事儿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这要是护理不好，落下毛病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能照顾自己的。别逞强了，只要动了刀就没有小手术。医生说我明天都能出院了，都好了。不告诉您，不是怕您着急吗？啊，那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更着急吗？你说这小猴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被赶出来，还自立门户？他呀，他爸总是想安排他的生活，但他有自己的想法，这两个人就会有矛盾嘛。一见面没两句就吵起来，总之各有各的理由。时间久了，就受不了了，想自己出来独立了嘛。净身出户啊！他还挺倔的，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拿，就拿了一张他母亲的画像，还有一个他母亲留下的玉佩。后来应付开销，把玉佩也当了，开了一个工作室，说是要从头开始。你看他平时跟孩子似的，做起事儿来还挺有人劲儿的。我现在倒是挺佩服他的。关键是这个落差也太大了。万事开头难呀。那这些天你的工作怎么着呢？我该干嘛干嘛呀。别逞强了，我还不知道你肯定干的比平时多得多。哎呦喂，你说跟了这个小猴之后，这一会儿吧被冤枉，一会儿开膛破肚，一会儿又得阑尾炎，你说真是让我不放心。妈，你别说那么夸张，怪吓人的。我之前就受了点小伤而已，而这阑尾炎之前就得过，又不是刚得的。那你以前怎么不跟妈说呀？是，妈以前工作太忙了，顾不上管你。但妈妈是爱你的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啊。我跟你讲啊，咱们在大事上绝对不能犯糊涂，你不能在一个已经落魄了的穷小子身上去讲仗义。你不是20岁的小姑娘了，你的时间比金子都宝贵，咱浪漫不起也浪费不起。蓝旗要是不回来，我什么都不说，但人家蓝旗把心意明明白白都告诉你了，你要是还在那个小猴身上耽误时间，那人家蓝旗怎么想啊？是，我知道这小猴人也不错，但是就他现在这种情况，等他熬出来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？而且等他熬出来，万一要是再变心，这变数太大了。妈，你这扯远了。我这是工作，我跟侯局之间只是工作关系。行了，你都说哪儿去了？别说了，一会儿他回来了。他回来怎么了？他在这儿我也敢说呀。我跟你讲，这不是咱们不仗义，是他不仗义。凭什么呀？他一脚踩空了，非得把你拉下水，这是男子汉的作为吗？妈，你，哎呀，真是让人着急。阿姨来了。啊。11，我刚把午饭晚饭都订好了，再坚持1天啊，明天就不吃这个了。阿姨喝点水来。不喝，我得走了。哎，小猴，你不准备送我吗？送，我马上就来啊。妈，哎呦，你就待着你的吧，我就是要跟小猴说几句话。说什么呀？小猴，哎，我们就坐这儿聊两句吧。好。先得谢谢你啊，对11的照顾，我看他恢复的不错。没事，11本来身体素质就好，我也不用干嘛。
身体素质再好，过了30也开始走下坡路了。那他也比一般人强，就我这样的打个速个没问题。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！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跟人家比这个，这是好事吗？是不太好。我把你叫到这儿来，就是想跟你说，11已经为你付出的够多了。前些天差点把命都丢了，虽然他不这么认为，但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哎呀，11的救命之恩，我是肯定不会忘的。忘不忘倒不重要。其实上次他受伤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去找你，后来一想，他在合同期内在执行任务，这也不是你的过错，所以我就没去。其实那也是因为我受的伤，也是我的责任。是。所以说这一桩桩一件件没完没了，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了。你说他现在这个身体吧，就算是出了院，也得恢复一段时间，毕竟是开膛破肚了，对不对？你呢，现在也没个收入，还得给11一份工资。其实这事儿对你来讲，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。刚好啊，现在有一个人，能比你更好的照顾11，可以给11所需要的一切。你作为11的好哥们儿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11找到新工作了，是吗？这算是吧。谁呀？蓝旗，你见过的。啊，是。这个孩子呢，一表人才，事业也好，跟11也有感情基础。他可以给11更优厚的待遇。重要的是，工作轻松，没有危险，而且还可以更充分地发挥11的价值。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11这个孩子太仁义。我的女儿我了解，如果让她现在离开你，她会觉得特别亏欠你，心里会充满愧疚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对11是有感情的，对不对？既然有感情，就应该为对方设身处地的考虑，而不是自己混不好，还非要把对方拴在身边。我相信，你一定不是这种不厚道的人。哎，你放心啊，这事我会办，放心吧。非常好，那阿姨谢谢你了。客气啥？喂，赵总。11呀，你身体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我身体底子这么好，没问题。医生说我明天都可以出院了。出了院了，也得休息调整一下。你的合同明天就要到期了。小猴一直没有来续约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刚接待了一个非常优质的客户，不再是24小时随位，而是负责酒店管理层出行和会议接待、安保工作。酒店名字应客户要求，我暂时保密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个关我来把。是蓝旗找您的吧？哎呀，让你猜中了。是啊，就是他。他说，跟你父母都已经沟通过了，而且啊，将跟你支付比以前高1倍的薪酬。他还聘请咱们公司4位年轻的随卫，诚意特别大。11啊，你现在成了金牌随卫，
价值终于可以得到体现了。同时，咱们公司的年轻的随卫也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啊。赵总，主要是侯爵这边处于最低谷的时候，他现在需要的不仅是保护，还有支持。蓝旗那儿的工作谁做都行，但是侯爵这儿，我暂时走不了。十一啊，你听我说，我呀，不是让你做一个自私的人。你还记得飞机的遇险常识吗？当飞机遇到险情的时候，做父母的一定要先自己戴上氧气面罩，然后再去救孩子。如果说他不先自救，就去救助别人，其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。哎呀，你不做他的随卫，并不是说你不支持他了，而是十一，你要记住，当你的力量大的时候，你就会更有力量去支持他。哎，你先别着急拒绝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再看一下侯爵那边的情况。十一啊，我求你了，先别让我说了，累死我了，我先挂了啊。顾长飞给我打个电话。回来，送走了。我妈没跟你说什么吧？没说什么，就瞎聊两句。我看你们去这么久，我还以为我妈说什么了呢。我妈这个人说话有的没的，如果说什么你也别当回事啊。电梯人太多了，咱们去趟电梯。你妈主要是夸我来着，你妈对于我照顾你这件事儿特别感动，一直表扬我，觉得我给你照顾的挺好的。你妈其实，哎，挺关心你的。其实有时候我特羡慕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喂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晨晨，谁呀？什么意思？是吗？真的？那太好了。现在就去啊？哎，我没事，我都有时间。小东，一会儿见啊，一会儿见，等着我啊。哎，什么？喂，你是跟这跟谁演戏呢？晨晨打电话说，深圳那边那个方案准备给我签约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那只是说他们的领导好像明天要出国啊，让我赶紧去，不然来不及了。那你赶紧去吧，别耽误事儿。是，我马上就走。那个，后面我可能就来不及去你公司签约了，后面也要经常跟晨晨一起打交道，然后他对你也有点儿……明白，我明白。行。那你自己没问题吧？我有什么不行的？我这和晨晨在呢，他一直其实心里挺惦记我的，然后其实对我也是人不错。那个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，你自己好好养着，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。好，我走了。哎，明天你让那个钱姐姐你出演啊，我就不来了。
喂，赵总，我考虑好了，您刚才说的工作，我接受。啊，请进。王总，张总，坐。不坐了，急事儿。哦，跟你商量一下。那就说吧。这个之前咱公司呢有几笔工程款都没有按时收回来。然后昨天呢我又交了一笔建材款，现在账上已经没钱了。那咱们还有几笔工程款还要付啊？是啊，我愁的就是这事儿。咱公司之前从来没有过资金断流的情况，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肯定有公司提前来收账，到时候咱压力更大。那就向银行借款吧。银行借贷，这个审核手续至少要5个工作日，还要冻结一部分账户。这关键是咱上一笔钱还没还呢，现在又借，审核难度会更大。是啊，之前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从侯总的个人账户里支取一部分，然后再还回去。但是他现在那个账户被盗了，警方调查冻结了那个账户，但现在不能这么干了。要不短期的民间借贷？民间借贷？对啊，总得想办法吧。那这可算高利贷，风险太大，咱俩都做不了主，得跟侯总商量一下。不，他最近身体不好，不要再打扰他了。你先去吧，我会想办法。成，你多费心。难忘的昨夜，恭喜我自己。想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，手续办完了。办完了，走吧，走。我来拿，我来拿。别，走。哎呀，你给我吧，走吧，走。哎，把那手续给我。那天，他说什么都要回来，我劝都劝不住。当时还以为，在大的利益面前啊，他血液里商人的基因就起作用了。挺好的，恭喜他。假惺惺。好嘞，谢谢，领红包啊，下次再来哈。赶紧，别藏着，大表姐来了。告诉他们，
回深圳了啊！啊，我去深圳了吗？记住啊！行，那。哎，你监控拆没拆？哎，早拆了，藏了，别喝了啊！别开门啊！别喝了。大表姐，我来收拾东西。哎，没想到会这样啊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侯爵呢？走了吗？走了。走了。需要我帮你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唉，要走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舍不得什么呀？他可没有舍不得你。我没说舍不得他，我是说……行了，在这儿你不是保镖，我不是前教官，可以说真话了。行吧，确实有点放心不下他。你放心不下他，他放心得下你。在大的利益面前，人就飞走了，根本就没关系。你当保镖的第一天，我就跟你说过，你的工作不可以掺杂个人感情。我知道，可人是活的，哪能一点感情都没有啊？我原来也挺烦他的，觉得他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，特别任性。后来发现我误解他了。怎么误解他了？他表面看上去混不吝，其实内心非常善良。你看哪个公子哥会去做救援的？是。他妈妈的死其实对他刺激挺大的。他说过，他5岁的时候就跟他妈一起死了。现在的命是捡来的，所以每次救援，他都是一副不要命的样子。就这样的一个人，怎么会不让人心疼他呢？所以你就对他产生了感情呗？我没跟他谈恋爱啊，我也没接触他的表白，只是这么长时间了，好像已经习惯了每天看到他，看着他任性、犯错、发小脾气，看着他从浮躁中一点点稳定下来，变得成熟，有时候有点恍惚。觉得就这样一直下去也挺好的。你知道吗？这次啊，我跟侯爵一起出外勤，其实我挺感动的。他能在沉沉的压力之下选择回来陪你，我当时就想啊，嘿，这小子还真行啊！不光是嘴巴上说说，他心里真有你。但是现在呢，你和晨晨之间，他选择了你，但是在未来和你之间，他放弃了你。放弃的挺对的，干嘛要选择我呀？选择我有什么好处？除了安全。他现在事业上升期，晨晨对他很重要。我也觉得是，你们俩现在分开挺好的。他年龄小，现在也不成熟，也不够稳定。以后事业做好了，说不定呢，他就会改变。那个时候，你对他有了感情，他要是飞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
我很清楚，放心吧。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？想什么？这里太小，容不下你。你的世界在外面。走吧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给我，给我。哎呀，给我！你放下，放下。走。宁南啊，我要谢谢蓝琪，想下厨请他吃饭，还有十一也来。十一最喜欢你做的沙拉，可这个我真不会，你教教我吧。哎呦，一个沙拉随便什么蔬菜，随便什么沙拉酱，随便一拌就行了嘛。这么复杂呀？我怕我做不好，或者你做好了我去取。不过沙拉是要现做现吃的才好，要不你赏脸过来做一下？那好吧，弄好我就走，不吃饭啊。那我还省了呢，没问题。十一啊，后天报道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啊，跟你去的还有4个队员，你呀要做好传帮带的工作。明白。哎呀，这3个月你过得太不容易了。哎，正好那家酒店是有山有水，你可以啊边工作边放松一下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快吃饭去吧。是。都有点想咱们食堂的饭了。那当然了，快去吧。你好。这儿呢。哎，尝我这个。这不错，还行啊。这挺好吃的。太香了。啊，不是。买啥？现在是钟点快到7点了。什么？蓝琪，你们2个现在这种关系，我真的挺希望你们可以旧情复燃的。旧情是不可能复燃了，乐然早燃了。他呢，就太过完美，什么都要求完美，反而燃不起来。做朋友挺好。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吧？有吗？
什么鬼地方？哎，师傅，请问一下武天一家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武天一家里边最后一个胡同就是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什么破地儿啊，这是！哎，等一下啊！英楠，怎么样？好找吧？找了这么个破地儿啊！这11给租的，他本来要租个更好的。我说这不挺好的吗？采光也不错，有2楼有露台，太棒了这里。关键是便宜，这要在别的地方只能租1半的。收拾的还算干净哈。哎，你喝什么？白水就行。哎。呀，开始买花了？不是，今天，对，开始买花了。来，喝水。别忙活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做饭吧。哦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哎。你这都准备好了，让我做什么呀？你就做个沙拉，其他的我来做。那我就等着吃现成的了。谢谢，走了走了。妈，啊，志一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那个，你爸让我来做饭，我那个没葱，我去借葱去了。走走走。这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，吃饭嘛，做的都是你爱吃的。爸，做饭呢？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椰子鸡。是我妈爱吃的吧？叔叔啊，爸说为了你的。安琪，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跟叔叔学做菜啊。哎，碗筷摆好了，你们先上去吧，我们俩来弄。啊，那好，上去吧。那你们辛苦了，我们俩可是吃现成的了啊。走，兰琪，来，妈，接下来干嘛？兰琪这个鸡给倒进去。我来。你爸请兰琪吃个饭，走吧，走。哎呀，菜还挺多的。你就喝那个，我不喝酒，喝这个。别喝酒了啊。哎，来开饭了啊！哎呀，来，兰琪来点白的。谢阿姨，快尝尝。哎，够了。多喝点没事。好。来。不错，得你叔叔真传了。你放盐吧，妈。不是放了呀，骗子。都是你们的，挺好的，反正比我强。这孩子，我的手艺啊，一向是传男不传女。快行了吧你？再说快成一代宗师了。狮子的狮。那必须的，虽然我只有这么一个爱徒。师傅，你看这一桌子菜啊，你一边在做，我就一边在想啊，你说我这过去几年到底失去什么了呀？还是兰琪会说话，夸菜都差点把人说哭了。
别，叔叔，咱们说点高兴的吧，好吧？哎，就我们俩念书那会儿，你知道他在班里边跟我们同学都说什么吗？说他们家有个特点，这个爸爸特别爱给妈妈夹菜，就别管那个菜在哪，就算在他妈妈面前，都不停的给他妈妈夹。这么不记得这事儿啊，十一？你说的这是你爸吗？是啊。你这小丫头，我也不记得，你是不是把别人家的事安到咱们家？行了，你别不好意思的啊。我的中心思想呢，就是我得向您学习，叔叔。来，吃个虾，补补身子啊。你说说你啊，住院那么大的事儿，要不是我叔叔告诉我，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，跟小病都好了。到你这儿都是小病。行，反正你也要去我那儿上班了，我那儿空气好，环境好，工作也不累。能不能麻烦你就在那儿好好休养一下呀？这个好。蓝旗啊，你这也回来了，你没事呢，就来看看你叔叔，陪他聊聊天，省得他孤独寂寞难受。行，没问题，我常来啊。哎，阿姨，你看要不然这样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干脆定一定，咱们比方说每周6就过来叔叔这儿吃个饭啊，生活得有仪式感嘛，对吧？太好了，别说每周6了，就是周1、周2、周3、周4、周5、周6、周7、周8、周9都可以。你是都可以，你一天到晚闲的没事儿干，我们都有工作呢。你看，反正我觉得我是赞成的，你呢？妈，有空过来聚一聚也挺好的。那就少数服从多数。对，我觉得就这么定了。哎，来，我们喝酒盟誓吧。来，干了这就定了，你们就定了。对呀，多好啊！来喝，都举着杯呢。我爸我妈在一起，难得不吵不闹，谢谢你。玩过拼图吗？没有啊？那种贱人玩过吧？那当然。我呢，就是一块小小的拼图，有时候缺了我这一小块啊，那个图就怎么也拼不起来。但是有了我，那个图就拼起来了。其实呢，也不是说这块拼图有多伟大，但是啊，就恰巧合适而已。你跟上学的时候一样，脑子活，点子多。哎，你说他俩有没有复婚的可能？我本来觉得没希望了，不过我妈今天既然能来这儿，也不是没可能。我妈那人多骄傲。甭管多骄傲的人，为了儿女啊，都愿意塌下腰板来。你看叔叔今天买的所有的菜都是阿姨爱吃的，还买了花。发现了，本来以为我是主角，结果是灯泡。谁不是？哎呀，但是今天只是开了个头，为了他俩呀，咱们还得加把劲儿啊。需要吗？行了，回去陪他们吧。好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啊，我来洗。不用了，快去看看你妈，她有点不舒服。啊。妈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。感觉也没喝多少酒啊，怎么晕成这样了？哎，扫兴吧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又没累。蓝琪走了，走了。十一啊，妈跟你说，蓝琪这孩子真心不错，你相信妈一次行不行啊？啊，妈，要不然你晚上住这儿吧，让我爸好好照顾你啊。不，我得走。哎呀，你扶起来，你行吗？扶起来。我行，没事。哟，你妈这枕头玩死了，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不洗了。走了，咱们慢点。哎，慢点。没事，侧点身。侧身。
转转转转转，哎呦，转下去，转转转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呦我的妈！教教，自己啥量自己心里没数吗？磕成这样啊！哎，啊，累死我了！老板，啊，老板，他不是说要去深圳的吗？哎，你别问了，大人世界你不懂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就把他拍下来，给石姐看看他现在有多痛苦。对，现在就拍。哎，走，我自己来，你先出去吧。行吧，那我走了。行。努力重新开始。喂，啊喂，你现在在忙吗？我有件事憋了挺长时间了，我想跟你说说，不然我憋得实在太难受了。有些话不说憋得难受，说出来更麻烦，还是别说了。没有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说的不是咱们俩，我说的是猴子。大表姐走了之后，她整个人的状态，你天天醉生梦死的。昨天晚上就把自己喝挂了，今天又断片了。刚才你知道我给怎么弄上来的吗？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他这个人要再这样的话，整个人都废了，你知道吗？侯爵不是去深圳找晨晨了吗？他根本就……十一看着他接的晨晨的电话。怎么？侯爵在演戏啊？对，他就是演戏呢。我从没看他演戏这么好过。他根本哪儿都没去，天天就在我2楼的小破屋里自己闷着喝酒。但他这么做其实都是为我表姐好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想拖累大表姐。我早就想跟别人说了，但是他不让我跟别人说，那你说我怎么办？我憋得实在太难受，再不说我真的会死了。我看他难受比他还难受。但我没别的意思，你还是别跟大表姐说了，咱还是尊重她的意愿，不然她这些委屈真白受了。跟你说，我就想让少一个人误会。他挺爷们儿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
我想你了。这画真漂亮啊！蓝总你好，神鹰安保51带队向您报道。欢迎你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花花、霆锋、马超、郭海。你们好。蓝总好。你们的宿舍已经安排好了，就在那边，把车开过去吧，有人会接你们的。听蓝总的安排。谁呀？啊。我带你逛逛，熟悉一下环境。好，走吧。这就是我们大堂，还不错吧？哦，对了，我们酒店高层呢都是住在顶层的，为了你的工作方便，我把你的房间也安排在顶层。你去外面看看。这就是我们酒店的外部环境。上次呢，已经带叔叔阿姨来看过了，他们觉得挺喜欢。大海确实能使人心境开阔。进来吧，这里就是我的办公室。我们呢一共7个合伙人，其他6个呢平时也不过来，只是每年过来开一次例会。平时呢抽空过来度个假，常驻在这儿的只有我一个人。啊，对了，我们公司的安保工作呢一直是由美国的 Banks 公司负责的，他们也是我们的股东公司之一。那我跟我的队员主要工作是什么？主要呢，首先是负责我的人身安全。虽然不用24小时贴身护卫啊，但是平时也不能随意离开酒店，必须是跟我一起出行。明白。还有呢，就是酒店的一些活动，你需要配合安保部一起工作。还有半个月，我们的酒店就要正式营业了，到时候所有的股东还有一些嘉宾都要到场，你和你的队员需要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，你们的时间很紧，任务很重。我倒觉得是不是太轻松了？轻松点不好吗？你平时的弦绷得那么紧，干嘛呢？嗯？突然放松下来，还有点不适应。那要不然，我抓紧给自己找个仇家。是有点冷。阑尾炎呢，虽然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毕竟动了刀，做了手术。还是得恢复好，这样才能好好工作，你说对吧？谢谢蓝总。那我先去忙了。
给我训练了。哎，是，因为我呢最近有点个人情况，所以你看呗，反正不进那么多了，啊，一半人就行，因为我说也没用啊。海星，哎，我这跟你说了啊。哎呀，常阿姨，你好，是，快坐。好，来，怎么样？好久不见，您还好吗？哎呀，是啊，侯觉他搬出去了以后啊，我就回了一趟四川老家，这不，刚从老家回来，给他们带的腊肠腊肉。哟，侯觉啊，打小就喜欢吃这个，十一也爱吃，所以我就给他带了点过来。哎，你让你们家那个赵师傅啊，就是我那个老乡，天哥。哎，对，他会做，你让他做着给他们吃啊。我给您倒杯水啊。不用。哎，他俩人呢？啊，在楼上。哎呦，去把那小子给我叫下来，我跟他说他张姐来了，去吧。那个猴子还在睡觉呢，11他已经不在这儿了。啊？什么情况？立定，向右转，全体都有。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，解散。哎，谢谢，我照相的。哎呀，算了，行，来照。哎，我看你还是不累，不累。好了，来吧。来，喊1、2、3，跳起来呗！来，1、2、3，再来一个。排啊！来一个。1、2、3。哎，前脚滚，走！别过来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一声喊，别碰我！哎，你不知道侯崴子不累是不是？啊，不累是不是？赶紧的，集合！集合！快点，集合！目的地，宿舍。回去，洗澡，换衣服，加油，站，跑步，走。你这环境不错呀，还可以吧。走吧，小爹坐会儿。哎呀，这个环境是真舒服呀。海边确实挺舒服的，真漂亮。11姐、钱教官，给你们俩一人一杯饮料。嚯，这么懂事啊！哎呦，我主要是过来取下手机。我以为你不要了呢。来，那你们先聊，11姐再见。哎，我有个正经事得问你。什么事儿？他没跟你联系啊？没有，可能工作已经步入正轨了吧。赶紧给我起来！你听见没？起来！赶紧给我起来！你大白天的你睡什么呀睡啊？你出门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，哎，我出去一定尽快的混成个样子，我就来接你，我还在家等着你呢。你就这么混的呀？啊？你爸说对了，你呀，你就是一个不争气的玩意儿。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啊，人家11他离开你那是对的。哎，张姐，这个事儿我知道，您可能误会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我训侯爵呢，关你什么事？别生气了，张姐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说，呀，我想说什么来着？看你打岔你打得我想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呀就是从小没有吃过苦，没有遭过罪。
我说你不行吧，你还不相信，非得要跟我哥硬着要出来。你看，这下啊好了吧？出来就混成这样，你混不出样，你就给我低头，赶紧回家去给你爸认错去。从今往后啊，你跟着你爸好好的做事。我不回去。哎，张姐，你坐会儿，别生气了啊。我做什么做你？就你这样，我还做去？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走走。气死我了！你真是。已经跟所有的值班经理都传达清楚，这最后几天了。好的。不允许任何人出任何问题。好。如果有任何问题被我发现，立刻走人。好的。先去吧。好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李亚，找你半天。蓝总，哦，钱小燕，我们公司的教官，这位是蓝奇蓝总。钱教官你好。你好，蓝总。啊，对了，我那边别墅已经弄出来了，叔叔阿姨也答应过来小住2天，顺便参加我们酒店开业酒会。什么时候答应的？那就别管了，就是告诉你一声。你们聊吧，去忙了。钱教官，如果想要吃饭的话，我们这边员工餐不错，可以试试看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晚上还有事儿，谢谢。好，行，那不打扰你们了，来。哎呦，可以呀，对你不错呀，连家人都照顾上了。他们的决定好像从来都不用经过我的同意。你对他没感觉啊？我觉得南琪挺好的，你们之间呢有感情基础，他对你父母也好，你知根知底儿的。我说真的，你不要这么轻言放弃好不好？你给他个机会，你们俩处一处，说不定慢慢的就情复燃了呢。没可能。啊，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？啊？哎，他一打岔就忘了。重要。那个，带我去你宿舍看看呗。走吧。走。这边。张姐，哎呀，让你失望了啊，张姐，不生气了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你继续在这睡觉，还是去给我找工作去？工作呀，那肯定得工作呀。我这就走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咦，这什么情况？哎，老板，刚刚那个阿姨是谁呀？怎么这么凶啊？人看着凶，特别好啊！人家那是猴子家保姆张姐，就是跟亲妈似的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呀？哎，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？一个问题以后10块钱啊，10万个为什么似的。那我要是真的给你10块钱，你答不上来，那怎么办？来，给我看面，少了我。反正我就是知道，你现在肯定又是在给侯爵哥煮面吃。是啊，不然给谁煮啊？你看他这几天这德行，我也说不了他，只能干着急。这刚张姐来了还行，应该能治住他，说说他。你老板我呀，也就只能冬天送温暖，夏日送清凉，喝完酒来碗醒酒面。行，走，这个。反正我就知道你才是人好。哎，去，赶紧忙活忙。弄碗醒酒面，快！老那么喝杯能受得了吗？受不了，受不了。说你一天在外面饭也不吃就喝，你也是。我要上深圳。啥？我上回去谈合作，急着回来就没签约，但是他们对我的项目很感兴趣。这次我再找那家公司，我看看能不能有合作机会啊。哎呀，那这好事啊，这得支持啊。这么很差。给您吃一口。
是呀，说你能不能让人省心点？真是。喂，是我。啊，怎么了？我刚跟11分开，他现在过得挺好的。侯杰的事情，我没有跟他讲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啥叫挺好的呀？他真和那蓝旗好上了？不是，你们考虑过猴子感受吗？我其实也挺难过的。你就当我自私吧。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。侯总，这几天呢，我们联系了几家新的供货商，可是这些供货商好像都商量好了一样，口径出奇的一致，都是高于市场价的5%，而且呢，都是先付款再发货。这些奸商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咱们停工带料，都哄抬物价，合作条件非常苛刻。是啊，以前呢，他们求到咱们的时候，恨不得给咱们半年的适当期，可是现在咱们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都成了大爷了，仿佛都是就这个价爱要不要的姿态，太可气了。落井下石。侯总，您还是做个决定吧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该低头就得低头。谁最快发货，就跟谁签。等过了这个坎儿以后再说。散会。哎，侯总，这不合适吧？那我们损失太大了。这我们损失就……那就。侯总，今天啊，让我想起来我刚进公司那会儿，就赶上咱们也是这样，供货商和甲方同时出现问题，腹背受敌啊。您记得，我们都小半年没付出工资来，但最后在您的带领下，我们还是克服了一切困难。我觉得刚才您说的那句话特别对，该低头就低头，这坎儿一定能过去的。这次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事在人为。我老了。您这是想多了。您现在是老当益壮。老当益壮。侯总，您没事吧？哎，侯总，侯总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打120，叫救护车，快！我要回来。
哎呀，我药。没买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马总，那个蓝的，蓝色的，2粒。您慢点。好点慢。不行吧，咱们还是去医院啊！你还是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。不要叫救护车！我说了，不要叫。不行啊，您这样不要说话了。这个时候不能让大家知道会动摇军心的。那我就叫侯爵回来好不好？这样让他回来陪您，这样您可以好好的舒服一点，舒服点。不想让侯爵知道这个狼狈，不想全让别人看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来，别碰我！小二，你去吧。哎，等等，他这种状况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记住吗？好，先出去吧。出去吧，没事了。吃了药好点了，没事了。啊，听您的，什么都不叫，好吧？啊，放心。到我这岁数，这已经算很好了。哎呦，哎，怎么每一次我有什么事儿，有什么意外，都是你在我身边？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？老了，不想老了。别多想，别多想。你给财务的张总打个电话，叫他过来一趟。不是，您就不要再谈工作的事了，行吗？我求你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，咱们现在，我现在送你回家好好休息。您要是再关心工作的事儿，身体这样出去会出大事的，到时候就来不及了，我的侯总。哎，没事，不能没事，您听我一句话好不好？听我说，你把张总叫。你打个电话给张总，让他过来一趟，我把事交代完，马上你就送他回家，我让你放心，好不好？你答应我？我答应你。处理完这件事儿，立刻回家休息。好，打个电话给他。侯总，张总到了，让他进来。哎，侯总，马总也在。哎，张总啊，这段时间公司的财务合同和大宗付款需要我签字的，都改由马总签字。
哦，不行，侯总，公司现在面临这样的状况，责任太重大，绝对不行。我说行就是行，不，真的不合适这样。你可以的，该你签字你就签字，你拿不准的，你再过来找我，啊？那我每次签字前，还是向您请示一下。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好好好，你先去忙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。侯总，您怎么形容我？我真的觉得我不配。人总得相信点什么呀。现在也就只有你可以让我相信，可以让我依靠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的身体出现这样一个状况，我也不想。但是我就觉得是老天爷在告诉我说，志荣啊，你该放手了。没有，幸亏有你在啊。您别担心了，先躺一会儿吧。啊，我躺会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用尽所有的力气，还是永远、永远、永远得不到你？为什么？其实没有原因，可能只是因为我没好运气。但是我会永远为你努力。谢谢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吃好喝好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喜欢的话，明天。没事吧？这个，我看看有没有挂到肉。没事。一步一个坎儿啊！天哥，把钉子搬一下。钉子，啥子钉子？不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就这个钉子。这个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你好，你给我找一下你们张总。哦，您找哪位张总？张生。啊，张总他日前已经离职了。啊？什么时候？大概上周吧。你没他电话，你就打一个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。这样吧，我帮您联系一下我们的行政主管。行。哎，贺总，这位先生要找张生张总。你好，我找一下那个张生，我上周跟他聊过绿68那项目。那个事儿啊，那个不归张生负责，他已经辞职了。啊？那他什么时候辞职的？上周五。我就是上周五跟他聊的呀。这个项目一直不归他负责，而且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开始动工了。可是上周他带了一帮人跟我开会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他跟他的部门集体辞职了。他为什么辞职啊？这是公司内部的事，我不方便透露。那你有没有他手机号？我打电话打不通啊。
不好意思，这个我也不清楚，失陪了。真厉害，集体辞职啊！什么人啊，都是。任晨，我。侯大公子啊，你这什么想起我来了呢？不是我说你不靠谱就算了，你还给我介绍不靠谱的朋友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我咋不靠谱了？我大老远跑深圳来，你们逗我玩呢？啊，人也找不着，什么也没有。你等会儿你说清楚点，我没懂什么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你给我介绍那个张生，我来他们公司了，人说他辞职了，带着整个团队辞职了。我项目给我拿跑了，公司根本不知道我提交过项目这个事儿。我现在整个设计方案都在他手里，他人不在，找不着他。你说怎么回事？怪不得那天非要给我切面呢，别老给我拿到我头上来。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去解决这事儿。你在哪儿？我就在他们公司呢。行，等着吧。行了，太不靠谱了，这什么朋友啊，这是。得了，好。这不像话。其实这个事儿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对一个人的信任。我本来已经想好了，按部就班，结婚，过日子，就这样一辈子。可是当你毫无保留去相信一个人以后，你突然发现，他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一直在骗你。这是我完全接受不了的。你说你当保镖也有7年了吧？你是怎么做到现在为止都对别人没有防备之心的呢？你就直接说我傻不就行了吗？不过工作是工作，生活中你总不能把身边人都防着呀，太可怕了，多累啊！你呀，还真不是傻。你呢，就是太单纯。你老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得跟你一样善良。现在怎么样？开心吗？一个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那样呢？你想想看，你们2个在一起那么长时间相处着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难道你是真的看不到吗？你只是看到了，但你选择相信他而已。你说的没错，有些事情当时没往心里去，后来想想，真的能看出他的人品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一个杂志社跟他约稿，很快人家就把第1笔稿费给了他，可是到了交稿日期，人家催他，他说：“我给你了，我都快递给你了呀。”人家编辑说我没有收到，他就一直说。肯定是那个编辑把他的稿子给扔了，他还要告人家。后来写了律师函，要求赔偿。我当时也挺生气的，一直跟他说，你要争取自己的权益，还挺支持他的。可是后来，有一次我在他书房发现，那个稿子只写了一半，就扔在那儿了，根本就没写完。你看，这不是现成的例子吗？你都看在眼里，只不过你当时陷在那感情里面，你不愿意面对他而已。当时没想那么多，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了。你呀，你以后看人，不单是要看他对你怎么样，还得看他对你以外的人怎么样。不然有一天，当你触犯到他的核心利益的时候，他把你当外人了，他就会拿对外人的那套方法来对待你。没错。哎，要学的东西太多了，可能到老都学不完，也弄不明白。要不人家怎么说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呢？你呢？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是一个人？啊，
我本来都快结了的。我俩一块去的拉斯维加斯，准备在那儿结的。但是谁成想啊，我就去买了一杯咖啡，出来他就告诉我说，要不然咱们先等等吧，不结了，因为我遇上我初恋男友了。啊？那你是不是很受打击啊？超受打击。他是做什么的 ？Madam， 警察。很厉害。嗯。她的初恋男朋友更厉害。是吗？是她的犯人。真的假的？没开玩笑啊？真的。他第一天当警察，亲手抓的抢劫犯。那个人进去出来以后啊，他们俩就爱上了。但是后来呢，那个人又犯事又进去了，他对他很失望，于是就分手了。你这个故事，我觉得真的够戏剧的。有些人啊，一辈子就注定要过这种戏剧化的人生。但是我不行啊，我就想要过那种平平淡淡、安安稳稳的日子。哎，你女朋友呢？呀，您来了。你侯大公子召唤，我赶不来。感谢感谢。怎么着，不请我喝杯酒？我自己都喝了水，非挑这么个一个地方。我就住在旁边嘛，我这熟啊。怎么着啊？你的那位女侠大人离开你了？问那么多干嘛？这就对了。关键时刻还是只有本姑娘挺身而出，这叫仗义。是，其实吧，我知道你是最靠谱的。那倒也不是，我这是追求幸福而来的。毕竟看见身边的人落难，比看见仇人倒霉更让人有幸福感，瞬间就觉得太幸福了。好嘛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落井下石的好姑娘。我以为你巴巴这么远飞过来见我，是要给我讨个说法。说法当然要讨，就算不是为你，为了我也不能吃这个哑巴亏啊。哎呀，不过我今天没心情，改天再说吧。行吧，不管为了谁，那我也要感谢你，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我。倒也不是，毕竟你也知道，我也不是没所图嘛。还图我钱财呢？就你，乞丐都比你现在有钱吧？那这么说，是图我的色相，还有你有趣的灵魂。哎呦，我就喜欢你这个又直接又嚣张的样子。哎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看我不顺眼，但你又灭不了我的样子。看在本姑娘今天心情大好的份上，满足你一个愿望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哦。满足我个愿望，那……等等，2杯威士忌，慢慢喝，喝完了才知道自己最想要什么。来 ，Cheers！ 来。哎呦，你爱他吗？那你得先告诉我什么是爱，我才能回答你我爱不爱他。我也没什么成功案例。我觉得爱可能是，当你看不见他的时候，你就会想他，想他在做什么，跟谁在一起。我觉得是种惦记吧。没有，每天要见太多人，忙太多事情了。还有吗？还有，你总会
如说，他不在你身边，你会想起跟他的很多点点滴滴，一些你们一起共同发生的故事。也没有，每天脑子里太多事儿了。那你总会因为某些场景会想到他吧？比如说，听一首歌，喝一杯很好喝的东西，或者吃个甜品，总有很多记忆点可以让你联想到他。总之，他高兴的时候你就高兴，他如果生病了，你也会心疼。他生病了，我不一定有多心疼，但是我会带他去医院。他需要什么东西，我会给他买。他如果过生日，我会给他送礼物，为他开 party。他弟弟如果没有工作呢，我会帮着解决。他妈妈如果生病了，我就会去找最好的医生。11呀，咱俩都不是学生了。如果生活里面什么事情都想着那么务虚的话，生活会很不好过的。咱俩都不小了，该50了。就像我呀，我就希望我的另外一半能给我想要的，我也能给他想要的。我们俩想要的生活是同一种，就够了。那你呢？你对另外一半的要求是什么？觉得至少是个简单、真实的人，至少在我面前是这样吧，让我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好，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晚安。晚安。哎，老板，干嘛呀？你今天刮坏的那个衣服，你要不给我看看呗？那个坏了我也能穿啊，你们就别想了，我留着下崽儿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想替你看看我能不能帮你补起来。你还会这个呢？那是，不就是补个衣服吗？哪儿来的针线啊？都是我自己带的呀。哎呀，可以啊，深藏不露啊。老板，你夸我呢，你真是难得夸我一次。其实，我觉得吧，像我这样的小姑娘，其实很难得啦。你说我呢，不仅挺好看的吧，而且我还挺能干的。我除了会做针线活以外，我呢还会打毛线、织毛衣，一家老小冬天穿的毛衣、毛裤，还有毛袜子，那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亲手打的。别说你这年纪轻轻的还挺内秀，还真挺符合。我给你倒杯水吧。谢谢老板。哎呀，我得谢谢你啊。你看看，这么快啊？对，真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哎，在哪儿？
行，你这个给我真是省大钱了，不用去给人缝了。我厉害吧？厉害。那个老板，嗯，我呢除了会做针线活、打毛线以外，我还会其他厉害东西。还会别的什么呀？我觉得我最厉害的吧，就是我会做沙发。这个暂时先放一放，暂时还用不上。我还会纳鞋底儿，我会做布鞋呢，这个怎么样？哎，这可以。我呢40半的脚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老板，你这个脚还挺小的，不过正好省布料嘛。我呢，明天就去布料市场呢，去给你找一点好材料。到时候就给你做一双布鞋给你穿。布鞋是不是有点磨脚啊？不会，怎么会不好穿？你要是嫌弃布鞋不洋气，现在你就在家穿；你要是嫌它不防滑，不耐磨，我就给你加一个橡胶的底儿，怎么样？行。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对呀，那老板你早点休息啊。谢谢，辛苦了。行啊，早点回去。早点回去。怎么了？那个什么，我刚刚下去一看，发现店里一个人都没有了。大师傅还有小黑他们都提前走了，他们都没告诉我。而且现在这个点儿吧，那个公交车、地铁全都没了，我一个人回去害怕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那，你在我大表姐那屋住吧，她也不在，空着也空着，好吧？你自己去拿那个总卡，把那开开。去吧。真的？对。那你就快去吧。就在对，你楼下这个。对，快去吧。谢谢老板啊。那老板晚安。晚安。好困哦。是。电梯在哪儿呢？电梯在哪儿呢？啊？哎，电梯在哪儿了？哦，电梯在那儿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我可以。可以。待会儿。Someone like you。小点声。小兔子怪。哎，那卡呢？卡呢？卡在这儿。别瞎摸。卡在这儿。打开。把门开开。快躺下。哎呦。不能喝，非得喝。哎呀，再拿一瓶。别干嘛呀？你有事说事，别动手啊！拍着我，哎呦，晨晨。拍着我，陪我，你先陪我，陪我。喝多了别闹了，好不好？陪我，你不许走！别闹，不走，你放开我，给我松开！你电话响了。哎呦。
哎，你爸电话。爸爸，我想你了。我错了，我在深圳，我跟侯爵在一起。不，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呢。爸爸，他不喜欢我。喂，叔，我是侯爵。晨晨喝多了，没事，我已经给他送到酒店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照顾好他，放心。好的。为什么？什么都说呢？为什么？来，松手。别走！你不要走！抱住！哎呀妈呀！这点酒喝的，累死我了。侯爵，你个王八蛋！抽什么风啊你？你才抽风呢！那么大床你干嘛不睡？你干嘛躲到外面来？那我要是买下这酒店，你是不是要躲到地下室去啊？我好心送你回来，我是答应你爸照顾你，我还得陪你睡觉啊。哎呦，郁死我！我现在非常生气。你是不是嫌弃我？我说我非常生气，你是不是听不见啊？那你先气着啊。你干嘛？你上哪去啊？
儿去？回家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今天回家，我就不帮你追方案了。用不着了。侯爵。